哪来的小妖，敢来誉王府撒野，还不快滚！哼，闯的就是誉王府。让我镇野爹，别怪我下手无情了！小屁墩儿，还没化形就敢来誉王府撒野？放开我！士可杀不可辱！你们大胆！大胆！我叫温软，我娘是个穿越者。我娘告诉我，她穿越到了小说世界中，成了书里的炮灰女配，而我爹是书里最大的反派。本来按照我娘的规划，他会在万妖森林边上利用穿越者知识种灵草炼妖丹开一步，给我攒下大大的家底，让我一辈子躺平。然而谁知道，计划还没开始，他就意外去世了。失去娘亲的庇佑，我只能来王府投奔野爹了。谁知王府的人竟然不让我进去，气死我啦！见过王爷。你就是敖烈，就是你抛弃了我娘，你这个坏蛋，我要打死你！王爷，这个小妖脑子不好，您别生气。扔远点儿。是。我娘叫温逸，18年前你中了春药，是我娘。小屁墩儿，你想害死我吗？王爷，把那个小屁墩带进去了，难道？这个好吃，那个也好吃，不愧是誉王府，比山沟沟里好吃多啦。小郡主竟是白虎之身，身缠蛟龙之韵。这蛟龙之韵和王爷小时候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王爷当年也曾……小郡主，快喝点水，慢着点吃。小郡主为何现在才来认亲？是谁带您来的？温姑娘当初有孕，为何不用妖术传信通知王爷？我娘用妖蝶传过3封信，誉王府从没回过信。她本来打算自己养大我的，但半年前她遇到了一只大妖，被那大妖害死了，我就被姨母送来京城了。可我们从未收到过温姑娘的妖蝶传信啊！王府的妖术结界一直正常运转，不可能漏接。怎么不信？那就验血脉，拿真龙逆鳞针来，让你看清楚谁是爹。真龙逆鳞针在此，此针乃王室至宝，由上古真龙逆鳞所炼，只需1滴血，便可验明正身，测出血脉浓度。大女子身居天地间，岂会在乎小小疼痛？来！哎呦！血脉融合了，真龙虚影显圣。小郡主的血脉浓度极高啊！至少是王室纯血级别。拜见郡主。
清楚了吧？你爹我回来啦！没错，我就是你爹。好像也不对。哎呀，甭管谁是爹，一个女主而已，犯得着酗酒照死？只要你听我的话，就是整个妖国也不过是本座唾手可得的。他怎么知道本王想死？等咱俩打败那个没用的蠢太子，我扶你做妖皇，一统万妖。到时候你想干嘛干嘛，攻打天界都行。这才是咱反派该有的牌面。嘿嘿，书里的剧情我都知道，随便浪，包赢。瘟疫就是这么教他的。把他带下去，攻读万妖律法。好烈，你大胆！本座刚才放你一马，现在放你一马，但你记住，本座不是放马的，下次对本座客气点，客气点，客气点。给我站住！王爷好像在发一种很新的疯。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吃饱。哎呀！王爷很久都没这么生气了。还嘀咕啥呢？快救小郡主啊！大逆不道啊！毫无人性啊！惨绝人寰啊！本王打到你了吗？你那小短腿倒腾的比狗都快。没打在我身，却痛在我心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造的什么孽呀？摊上这么个不孝子孙！是王爷不孝，叫小郡主受委屈了。快别哭了啊！王爷，王爷，永安侯夫人请您去妖仙阁。听来人说，夫人哭得很伤心。哦，就是原书女主，那个把野爹当备胎，用完还继承遗产的绿茶白月光。哼，现在本座来了，你给本座靠边站吧。萧景那个混蛋又欺负西青了，这就去找他算账。野爹，你的结局我知道，但你不听我的，你会死。你不就是想追白西青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凑近点儿，我有个绝妙主意，绝对能帮你追到他。据我所知，白西青非常心疼他的纨绔弟弟，只要搞定他弟弟，那不就手到擒来了吗？说下去。渴了，给我拿杯灵泉水润润嗓。跟你开个玩笑，咋还急了？我说，把他弟请来咱们这儿住几天，让他拿儿子换，他男人肯定不干，不换他得跟娘家闹掰，换他跟他男人闹掰。到时候他无依无靠，你再趁雪中送炭，好感度直接拉满。小郡主，深得王爷真传啊！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这是谁教你的？这还用教？纯天赋，懂吗？跟他一比，本城成白莲花了，可这玩意儿都还没化形呢。不行，得揍，必须得揍。
你觉得哪里不合适，咱商量着来嘛，别冲动呀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爹爹我可不是怕你，你冷静点儿，我可以带你玄武门夺嫡一统天。王爷您轻点儿，小郡主再跑快点儿。来，告诉本王，还想不想玄武门夺嫡，一统天下？想。不想了。小郡主已经认错了，王爷快住手吧！瞧这小脸儿都被打红了，再气也不能打孩子啊！就是，脸红那是跑的，本王打着他一根手指头了吗？不怕啊，我们去吃点心。王爷，小郡主已经认亲，也该带进妖皇宫给陛下瞧瞧了。进宫，太子的子嗣才是他最钟爱的孙儿。本王的女儿犯得着去自讨没趣吗？不是您自己作的吗？妖皇从小可最疼您，偏您为了永安侯夫人，将太子之位拱手让出。死恋爱脑，成王败寇，本王认输。您吃亏就吃在不像他们似的用那种下三滥招数。下三滥的招数，现在好像不止太子如此会使用。王爷，倘若我们放出小郡主，太子又该如何应对？之前都是蛮好感度，今日为何突然跌了？怎么回事？熬练没清场？不清楚。若被这么多人看到我与他公然来往，岂不坏我名声？说不定他就是想坏您名声，离间您与侯爷，他好借机上位。这个敖烈，我不过是想借他刺激萧姐，他竟心存妄想。无耻！去，以誉王府名义清场。父王，以后有了父王，软软就不是没人要的野妖了。父王有了我，也不是没人要的野父王了。软性了。还是管家爷爷说的对，野爹吃软不吃硬，看我拿捏他。父王是嫌弃我吗？可软软从小就离开了父王，也从没感受过父亲的怀抱。别人都有爹爹，就我没有。我真的好想爹爹呀！别哭了，娘没了，我只有爹了。软软以后再也不要和爹爹分开。这么多年，王爷总算活得像个人了。搞定！妖皇陛下口谕，誉王接令。松开！誉王殿下，陛下口谕，明日请誉王携小郡主入妖庭觐见。好啊好啊，我可想皇祖父了。这位就是小郡主吧？陛下知道您认祖归宗，可是高兴得很呢。真的？那还磨叽啥？现在就走呗。
你给我说说那老头，他怎么样？好相处不？老头，当然是你亲爹啊！今日走个过场即可。当然，他也没心思多搭理你。哦，原来你跟你亲爹关系处得不咋地呀，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你。我倒宁愿他不是亲爹。你俩关系不咋地，肯定是你爹的错。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大反派儿子，宠都来不及，哪还会嫌弃啊？你老头可真不知好歹。誉王殿下，陛下刚下朝，正在万妖殿等您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凶残暴虐的亲王，闺女却这么讨喜，这合理吗？这么可爱的闺女，竟然狠得下心去打，誉王真不是个东西。这玩意儿属狗的吧？还没碰着就给本王一口。不错，真有眼色。你腿太短，本王懒得等你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好。本王还真没猜错，果真是让本王的女儿来做陪衬的。殿下误会了，是太子殿下听闻您有后，欣喜不已。正巧寿康郡主刚练完万妖诀，想请妖皇指教，太子殿下便带他与皇长孙前来，也给小郡主做个玩伴。殿下，您请进吧。傻愣着干嘛？进呀！儿臣参见父皇。孽障，仗势欺人，侮辱我妖族大臣，朕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？父皇息怒。息怒？想要朕息怒，就少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。行啊，看不出来还有两下子吗？看给老登气成什么样了？你干啥啦？老头又在发什么疯？父皇息怒，皇兄昨日应是一时冲动，若早知道虎尚书也在妖仙阁，皇兄定不会纵奴倾城，侮辱虎尚书。莫非是蜥蜴？能为野爹说情，还蛮有兄弟情义的嘛。可怜见的，不杀你了。改圈禁。尚书不在，就能随意伤及百姓、侮辱官员吗？朕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？疯病犯的正是时候，殿前失仪，本宫看你如何收场。来人，将誉王。可我们昨日没去妖仙阁啊。你就是朕的孙女儿。蛟龙气韵浓郁，说明血脉纯正，是我敖家的人。你方才说你们没去过妖仙阁，
是怎么回事？昨日永安侯夫人邀我父王去妖仙阁，但父王要照顾我，便拒绝了。怎么扯到西青表妹身上了？想让本座和野爹背锅，抱歉，腰不好，背不动。皇祖父，昨日发生了什么？回小郡主的话，今日早朝，府尚书当田参熬誉王于妖仙阁纵奴行凶，侮辱朝廷命官，伤及妖族百姓。此事十有八九便是西青惹下的，此等大罪，不是他能承受得起的。是我干的！瞎嚷嚷啥？你干过什么？我能不知道？还敢冒认罪名？哼！这孽障连朕都敢顶撞，现在却被自家闺女拿捏住了，果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！昨天发生了什么？皇祖父可以派人去查，清者自清，我们不怕。这小子平时暴虐无情，现在被打了还能好生生站在这里，真叫人惊讶。去查。是。当然，我父王冒认罪名这点实在不像话。今日让皇祖父看笑话了，回头我一定好生教训他。哈哈哈哈！无妨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就是皇兄的女儿？我不是。她是我女儿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家伙真有趣，来，上前来。哈哈。你怎会？我咋了？果然是个没规矩的野丫头，不向长辈问萧行礼也就罢了，还敢直视天颜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是在说我吗？可你看到我父王也没行礼啊，还是我搞错辈分了？该我父王向你行礼。见过御商叔。几岁了？18啦。为何还未化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营养不良吧。过来，让朕瞧瞧你。祖龙座啊，好想要！哼哼，你在看什么？龙椅。龙椅乃万妖臣服之物，非真龙血脉不可居之。我头一回见到，有些好奇，还请皇祖父不要见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见怪，不见怪。这孩子出口成章，瞧来竟伶俐得很。可曾读过什么书？万妖典、太古记、百草图鉴都读过。都读过。那当然。一个乡野小妖也敢说自己饱读妖族典籍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温软，不会就不会，可莫要欺君啊！哼，我欺不欺君不知道，反正你是真令人讨厌。你像，太像了。皇祖父像谁？元后。元后，那不就是野爹的母亲，我的祖母吗？哎，她好像确实也是只狐妖哎。温软，此名也好，朕赐你封号陈安，望你一世长安。臣自乃东宫专属，父皇是不是过于看重他了？我封号寿康，凭什么他封陈安？皇祖父偏心。多谢皇祖父赏赐，
这小东西虽得圣眷，但帝王心已病，今日欢喜，明日就可能嫌弃。若再有旁人诋毁，这玩意儿本来就蠢坏蠢坏的，再被外人刺激嘲讽，难保不会真发疯去毁天灭地。不行，我得看住了他。今日与皇祖父相谈甚欢，以后你常出宫来陪我。人小了就是寂寞，看着有个说说话的。好，有了孩子便改改你那坏脾气，别带坏了软软。听话，别顶嘴，大妖皇的面子得给。软软聪慧，日后可常来东宫与你寿康姐姐玩。一个来历不详的野种，也配与本郡主玩耍？皇兄此举为何？本王不打晚辈，可若实在嘴贱，本王也不介意训其父母。毕竟子不教，父之。一巴掌够干嘛的？你倒是上啊！你少唯恐天下之乱。齐太子都站那认打了，还跟个杆子成精似的杵着不动弹，蠢透了！小郡主别闹，那毕竟是太子，要打也得夜黑风高套麻袋打呀。有道理。往日王爷就知道喝酒发疯，压根提不起心智应付太子的嘲讽挖坑，今日竟能提起拳头开干，还是小郡主厉害。管家爷爷，我跟你说，皇宫可好玩了。那个皇帝老儿，王爷，方才御前降旨，称永安侯府夫人纵奴行凶，陷害亲王，侮辱尚书，已使夺其诰命，并罚闭门抄佛经100遍。御前怎会降如此重罪？纵奴侮辱尚书已是大罪，又构陷你，陛下焉能不怒？机会啊，老弟！你叫我什么？别关注那有的没的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你又憋着什么坏屁？白溪清遭受重击，这会儿肯定闭门痛哭呢。你赶紧去攻击男主，就是那个后儿，让他无暇安慰白溪清，他们夫妻毕生嫌隙。你再趁虚而入，偷他老婆，偷他家。那你有什么好主意？启禀王爷，永安侯夫人身边的翠儿来了。快请进来！哼，这时候来，肯定是想让王爷为那女人扛旨，为她要回诰命。算盘打得真响，他怎么不叫萧敬去呢？昨日王爷爽约害我们夫人受辱，今日又闹去御前，此许未免太过无耻了吧？永安侯夫人打着我誉王府旗号仗势欺人，无耻的到底是谁？追风，西青如何？我们夫人刚听完圣旨就吐了口血，昏死过去。老夫人和四娇娘还在一旁冷嘲热讽。夫人一身傲骨，宁折不歪，何曾受过这般屈辱啊！吐血！王爷若不愿再与夫人来往，直说便是，何必闹到御前，叫她受此无妄之灾？本王不是，算了。虽是温软揭开了此事，但那蠢瓜懂什么？到底还是本王疏忽之过。此事是王爷惹出来的，
您若不进宫求妖皇收回成命，以后就不必再和夫人来往了。我们夫人也不屑跟没担当的小人做朋友。说谁是没担当的小人？连你主子都不敢得罪我，你一条狗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乱吠？嗨，我是温软，怎么被我迷倒了吗？你是温逸的女儿？这不可能的，明明……圣旨已下，此事已成定局，您进宫面圣也没用啊！我爱脑，快醒醒！王爷有元后留下的诸多人脉，若以此交换，妖皇必会答应。那是元后留给王爷保命的，不是给你主子擦屁股的。无耻！办法已经说了，王爷若再不解决此事，日后夫人不理你，可别怪奴婢没提醒。王爷深知陛下性情，今日你若去求了，就算有元后作保，我们也承受不住龙颜震怒啊！本王何尝不知晓后果，但本王也不忍心看西云受人嘲讽，被夫家嫌弃。也罢，只要西云能过得好，震怒就震怒吧，本王顾不了其他。原来舔狗是这样事儿的啊！舔狗是什么狗？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了。好好一秒天秒地的阴湿反派，怎么就成了个只会围着白皙心转的卑微舔狗了？回来跟你算账。你哪去？进宫。不行，我今儿才跟大皇帝搭上线。你进宫得罪了他，叫我脸往哪儿搁？我面子再大也不是叫你挥霍用的。你懂点事儿，叫我少操点心不？老大不小的人了，做事没脑子，还要我提点？除了陛下，还想还没人敢这么训王爷。这下可算找到治你的人了。王爷，您得罪陛下不要紧，反正您皮糙肉厚，可别连累了小郡主。你怎么样？想打我？西青因你受罚，你不能坐视不理。就算真连累了这小玩意儿，也没什么，只要死不了就行。温软受了多少苦，刚过2天好日子，你忍心连累他们吗？真是个小累赘。去开库房，将昨日西樵伤的那人送去医馆，赔500颗灵石，另送重礼去虎尚书府道歉，再以西青的名义在城外施粥送医，叫酒馆茶楼扬他善名。是。这么做，应该能挽回西青的名声，以后再找机会立个功，诰命回来是早晚的事。郡主，您听王爷刚才说的什么话？那虎尚书可是成了精的狐狸，最会坐地起价，必得搭上不少资源和珍宝，才能了结此事。还有施粥，王爷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，施粥也算给他积阴德了。可凭什么咱们花大财力扬名的却是白希音？敖烈那个败渣才，谁给他的狗胆，竟敢拿我的钱送人！气死我了！这个白西春张嘴要饭要的可真顺溜啊，还没人敢从本座手底下抢东西。这回不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，我就跟你姓。小郡主，那是王爷的钱。笨，他的不就是我的？你可知我此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？灭了太子，一统妖界。那敖烈呢？守护白西青。这是要策反我？追风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跟着一个眼里只有女人的主子能有什么前途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对他很不满。我对王爷忠心耿耿，绝没有半点不满。得了吧，在我面前就别装了，直说了吧。敖烈色迷心窍，
已经不适合做主子了，倒不如换个人，一个能带领你们杀上皇位、夺回一切的人。我可以向你承诺，等你帮我架空熬猎之日，就是你一人之下之时，待我拿下妖皇之位，更可许你天策上将之位，如何？小郡主，英明。追风是野爹第一心腹，知晓野爹的大半资源，且有能力调用，有他帮忙，就没必要死磕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野爹了。造反的活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走，追风，带本座去瞧瞧我的库房。等追羽将刚才的对话禀报给王爷，小郡主的屁股就真保不住了。誉王府还蛮大的嘞。咱们王府占地的确广，每个院子都十分宽敞漂亮，尤其是您的明珠院，是除了正院外最大的院子。正院最大，那本座要去正院。正院是王爷所决定，小郡主住进去不合规矩。本座就是规矩，誉王府不再是熬猎的王府了，是本座的王府。管家爷爷可要认清形势，别站错了队才好。现在王府是小郡主当家。追风，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让小郡主住正院，这要传扬出去，外人还不知道要说什么闲话呢。不行，王爷的名声可以毁，反正已经烂透了。但小郡主一定要清清其白。不如奴才将南侧小花园和西侧长廊都给您划进明珠院，如何？这么一划，明珠院就有2个正院大了。以后王府上下，谁都知道您才是老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管家爷爷很识时务，本座不会亏待你的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本座的第一心腹。是，把府里所有人都叫到明珠院来，本座要训话，叫他们认清形势。速去传令，府中所有人立刻到明珠院集合。敖烈潜入永安侯府看望白希夷，被白希夷嫌弃驱离，落寞地回到王府。人都道我生来尊贵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可谁又知晓我真正想要的，却从来都得不到。我想要母后，但母后难产而亡；想要父母陪伴，可他又忙于政务；想要知心好友，可我身边的却都是些贪图名利之徒。我有西域真心丹，而现在，人呢？没走错，这的确是王府。怎么回事？府中人都被小郡主叫去训话。只是训话？是，小郡主吩咐，不能落下一个人，只能关闭府门，叫侍卫们一同前去。走，去明珠院，还有府神。敖烈那个怂包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坐拥数百府兵，无数暗卫，却连个太子之位都拿不下，简直丢尽我反派的脸。我是誉王府的人，是反派的心腹，本该横行霸道，作威作福。可如今连个永安侯府的狗腿子都敢对你们吆五喝六，告诉本座，你们甘心吗？不甘心！跟着敖烈，你们只能做不反抗的誉王府走狗，谁都能来踩一脚，他还不许你们反抗。可跟着本座，你们便是人人闻风丧胆的反派集团。想想看，以后你们上街耀武扬威，
权贵们退避三舍，甚至连太子见了你们都得瑟瑟发抖，何等威武，何等风光！告诉本座，你们想不想要？小郡主已经策反了追风和管家，想要架空您上王府的家。当然，追风只是逢场作戏，但管家似乎是真心实意。孩子不打不成在，棍棒底下出孝子。现在，愿意追随我的，上前一步。听说你们架空本王，既然你知道了，本座也不瞒你，如今誉王府尽在本座掌握，你完蛋了！来人，把他给本座绑起来！今儿天气真好啊，万里无云，白云飘，天空还湛蓝。本座指挥不动你们了，奴才当值呢。奴婢要去准备晚膳了。属下告退。管家爷爷，奴才誓死效忠郡主，这就哎呦喂！嗨，爹爹跟你开玩笑呢。开玩笑呢？哼，像。来，告诉本王，你的江山打下来多少了？也没多少啦，我不是藏起来了吗？我只是想找大家玩儿，你不知道哪儿去了也不理我，还天天打我。要是嫌弃我，我走就是了。你还有理呢？我没理，你是老大，你说什么都对，我可怕你把我赶出家门了。这小玩意儿已经被赶出过家门一次，心里怕有了阴影。算了，不就是骂了我2句吗？不生气，不生气。你是陛下亲封的陈安郡主，誉王府唯一的小主子，只有你赶别人的份。男人的鬼，骗人的嘴！我要真能赶人，肯定先把你赶出家门。哼！然后再施以援手，收服大反派为我所用。后日昌平姑母寿辰，你随本王一道去。昌平姑母，昌平公主是妖皇的第3个妹妹，夫君是安国公，夫妻2人把握万妖国重要力量。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女儿爱慕萧景，却被白希音害得名声尽毁，远嫁他乡，从此处处刁难白希音的反派。确认过眼神，这是自己人。那白希清去吗？他在闭门抄经，无暇外出。哦，那个永安侯萧景，他来吗？他与昌平公主没什么交情，不知道来不来。不过他母亲妹妹应该会来。你想办法叫他来。做什么？打他脸。软软吗？我是姑母啊。您长得真好看，软软总觉得该叫您姐姐。别没大没小，叫姑祖母。祝姑祖母福寿连绵，方言永驻。昨日便听皇兄说你识文断字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好孩子，可真机灵。启禀长公主，太子与太子妃到了。听说前日誉王在宫门口当众殴打了太子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誉王虽不负圣眷，但毕竟余威现坐，陛下也不敢逼得太狠，不然也不会仅仅只是罚俸1年了事。什么？罚俸？打了废物太子一巴掌就要罚俸1年？侄儿带温软去花园。
年的钱不能丢。什么钱？俸禄啊，笨蛋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抢本座的钱，是你飘了还是本座提不动刀了？小郡主，王爷后半辈子的俸禄早就被扣光了，这回妖皇罚了跟没罚一样。本座还指着拿野爹俸禄起家造反呢，你告诉我没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不都是白希音和太子母子害的？这些年王爷不是替白希音扛罪，就是被太子母子坑，罚俸都是轻的。有一回更是被联手陷害，被妖皇打得只剩半条命。你能活到现在，都是我追风烧膏香拜来的。我的小钱钱啊！该死的白希金，该死的太子，动了我的小钱钱，还敢动我的 KPI， 我们一有取死之道！许久未见，借一步说话。走了，宴席别迟到。小郡主想讨回俸禄，那还用说，但不急，先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例如，静待他最脆弱的时机，一击中敌。您是说刺杀？太子修为不低，还有无数侍卫保护，属下也没把握能成功刺杀。谁跟你说要刺杀了？那您的意思是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待会儿你叫人使劲灌他酒，别告诉我你手里没人。刺杀肯定不行，王爷也不答应。但只是灌点酒的话，应该没事吧？包在我身上。这小吃货今天怎么转性了？喝点马尿，你是心高气傲；抢我小钱钱，你是生死难料。这小东西又在憋什么疯屁？今日这饭菜可还合胃口？人呢？小郡主，这是公主府，不能乱来。少废话，快带本座去找太子。太子喝多了，好像被人扶去茅房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走啊！不是要等他最脆弱的时候吗？笨，还能有比上茅房更脆弱的时候吗？时不我待，到底去不去？怎么，之前说当我的天策上将都是假的？太子来了。追风就是现在！有刺客，快保护太子！奴才，该死！奴才什么都没看到。完犊子，撞见太子密室，要被灭口了！追风干得漂亮！小点声，这难道很光彩吗？什么事这么高兴？没什么。许久未见，风采依旧啊！这杯酒，下官敬您。想不到你修为竟如此之高。像我追风堂堂誉王麾下第一心腹高手，竟然沦落到用这种下作手段，不行，这种脏活不能让我一个人干。属下修为平平，也就烧太子一筹。要论实力，还得是王爷。还有追羽，隐匿与神行术那是一绝啊！想不到太子竟然有这等癖好，真是让人匪夷所思。吃就吃吧，还被人撞见，丢人丢大发。太子何时有这种癖好？该不会他非是个妖吧？这个真好吃，这个也好，比王府厨子做的好多了。
今儿个天气真好哈。没跑，铁定就是这俩货干的。不行，再不想法子管管他，指不定哪天把天翻过来。就你了，王太傅。王爷有何贵干？本王想聘请太傅为小女启蒙，不过启蒙先生罢了。翰林院任何一人都可胜任。遥小启蒙，杀鸡岂用一刀？再说了，老夫可不想跟你扯上关系。晦气！启蒙先生非得德行出众、善良大义之人才行。若论这点，满朝文武无出太傅其右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前2天不还当朝骂老夫伪善吗？这会儿戴起高帽来了。只要太傅愿意教导小女向善，本王愿奉数书百科上请妖丹。大手笔啊！等等，这王八蛋就没干过好事，不会有坑吧？他女儿可别是青出于蓝胜于良。这丫头看起来没熬烈那么坏。既然誉王诚心相邀，那老夫便不再推辞，收下这个学生了。那就有劳太傅费心了。不是你骂本官伪善的时候了，我不赚点钱揍你闺女，老夫赚翻了。麻烦终于甩出去，回去就给那玩意儿打包送回家去。教不成大善人，也能气死一个龙王子，横竖不归。誉王都饿成什么样了，还能被陈安郡主折腾的来找你这个正弟，可别是个更恶。放心，他那种暴力狂不会教孩子很正常。像陈安郡主这种乖孩子，教起来毫不费力，老夫有这个信心。我想喝茶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没控制好力道。你快去换衣裳啊，这么着多脏啊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，给我最后的头2十手，放开！老实待着，本王很快就回来。小郡主，小景已经来了，属下这就去引他过来。这位便是陈安郡主吗？她就是萧景。正要找你，你倒送上门了。叫什么萧景啊？叫曹操得了，长得还真狗模狗样的。听闻郡主长于乡野，规矩上到底差了些。不过誉王的女儿野蛮粗俗，倒也正常，也算家学渊源。那你们家欠人钱，也算家学渊源吗？我永安侯府家大业大，用得着欠人钱？郡主从哪儿听的谣言？侯府底蕴深厚，怎会欠钱不还？原来你家很有钱吗？那为什么要叫你夫人向我父王要钱啊？凭空污蔑！那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妖皇宫告状？永安侯，贵夫人已被治夺诰命，论品级，郡主在她之上，即便说她2句，又能如何？本侯自知何为君臣，可我夫人已经饱受誉王纠缠，险些被逼自尽。今日你誉王府竟还污蔑于他，本侯若做事不理，岂非枉为人夫？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永安侯这么生气。追风，念，为我打烂他的脸！这是我誉王府账簿，我来念给大家听听。庆隆27年7月，送永安侯夫人血玉镯1对，东海珊瑚头面3套，上品灵石5千。6月，送永安侯夫人浮云锦10匹，上品灵石7000块。5月，送胭脂坊1座和冰魄玉佩5对，上品灵石5000块。够了！我夫人傲骨铮铮，从不为权力富贵折腰，怎会要你誉王府的脏东西？若你再污蔑我夫人，
本侯便告上御前，辩个明白。来，先发个誓，你夫人若拿了誉王府1分1毫，就叫你脚底生疮，脸上发浆。你账本就在这儿，里头有些东西千金难求，要查来源很简单，比如您腰上那块和田玉佩，这是您夫人送的吧？还是我们王爷精挑细选出来的？不行，不能叫外人看了笑话。我不信西郡会要熬炼那狗贼的脏东西。誉王府所出之物都有票据，永安侯和大伙若不信，一查就知。比如胭脂坊更名一事，铺面更名需在顺天府备案，这个确实能验证。对，城东胭脂铺从前是誉王府产业，5月变成了永安侯夫人的。想不到永安侯夫人竟然是这样的人，表面上装着一副被欺负的可怜样，背地里竟派人接受重任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你知道你夫人为何被罚吗？因为皇祖父查出他约我父王私会，被我父王拒绝后恼羞成怒，在妖仙阁仗势欺人，侮辱尚书呢。若不是我父王送重礼给虎尚书赔罪，他就不止被体夺诰命这么简单了。一派胡言！不信你自己问问虎尚书，小郡主说的是不是实情？小老头，感情就是你敲了我一笔竹杠啊！你给本座等着，等本座羽翼丰满之日，一定狠狠羞辱你。誉王的赔礼很丰厚。我今儿也不是来要账的，只是麻烦你转告你夫人，我父王养我很费钱，叫他往后别再来找我父王要钱了。这就是你说的乖孩子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莫不是又与敖烈打架了？玉佩还有那些首饰、银票、铺面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在发什么疯？什么银票铺面？我听不懂。我在说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本侯劝你好自为之。你出去打听一下，今日在公主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夫人不好了！今日在公主府，陈安郡主当众向侯爷要债，将您拿过绿王府的东西当众念了出来。现在整个京城都在骂您厚颜无耻。都知道了。夫人，你可别想不开，此事还有转圜余地。只要您去找誉王，他一定能压下此事。这都是敖烈的算计，他想以此逼我和离下嫁于他。此时若去找他，他定会借此要挟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系统，给我滚出来！你不是说敖烈这辈子只会当我的狗吗？他怎么敢坏我名声？你有办法洗清我的名声吗？说话呀！该死的系统又装死，还得靠我自己。去请太医，就说我听到外头的污蔑后吐血了，再叫寒儿去见敖烈。所以你们将本王与西亲这几年的私下往来全都公之于众了。不用感谢我，这是本座应该做的。他们夫妻这会儿肯定在干架，这就到你趁虚而入的时候了。只要你听本座的话，这个媳妇跑不了。外头风向如何？外头都在骂永安侯夫人厚颜无耻、水性杨花，可怜王爷痴情错付。更多还是骂你是个睁眼瞎，被个女人当猴耍。完了，西君的名声彻底毁了，萧景肯定不会放过他的，甚至那畜生可能会逼他自尽，以保全自己的名声。快，坠雨！等等，野爹他发疯了啊！这好酷！
个是大反派的实力吗？简直酷毙了！他怎么做到的？哦，是药！快给我药！小郡主，这是药，不是糖啊！本座知道，糖那种平平无奇的东西，怎配叫本座吃？本座就该吃这种炫酷的药。拿来吧你！又疯一个。的药，王爷，永安侯世子来了，放着我来，把他给本座扣下，叫白皙青来赎人。让他走。不行。小郡主乖，王爷还疯着，您让让他，下回奴才一定把人给您扣下。可恶，浓眉大眼的管家爷爷也叛变了。敖温软，其实我是为你好，那个白皙前吃代拿还不对你好，根本不是好玩意儿。我忍不住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以后等我当了妖皇，给你10个8个红橙黄绿西青。作恶多年，难道他就是本王应得的报应？王不死，罪不至此啊！本王给你找了老师，去找他吧。老师？谁配做本座的老师？庶子胆大包天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面对那姓王的，千万别留情，发挥出全部实力，狠狠给人震撼。王太傅光风霁月，最擅长导人向善。劝本座回善，谁给他的狗胆？他人在哪儿？本座来了，你可以拜师了。老臣收了束苏，负责教郡主降善。郡主该拜我为师。谁跟你说那是树须？那本座发给你的反派培训补爹，赶紧的，本座培训完你还得赶回去跟野爹共商大事呢。他平时也这么颠吗？郡主脑子不好，太傅您就顺着点他。您想教小郡主向善，肯定得先了解小郡主的行事想法，如此才好因材施教，不是？似乎有点道理，可让老夫拜他为师绝无可能。人齐了，那咱们就开始第一课，反派的自我修养。第一个问题，若遇劫匪劫道求财，该当如何？当反杀劫匪，或扭送官府，明正庭刑。错。哪儿错了？唉，应该打服劫匪，占他老窝，抢他财产，然后奴役他们继续抢劫，为我们创收。这玩意儿真是熬猎的种，熬猎都没这么阴吧？是老夫先入为主了。既然要知己知彼，自然得从坏人的角度想问题。继续下一个问题。若遇同僚欺辱陷害，该当如何？这个我知道，应当降服同僚，抢他财产，然后奴役他为我办差。我哪儿又错了？都是自己人，谁不知道谁？不赶紧反杀，难道等着他抓你把柄，威胁你，奴役你吗？背后捅刀子的多是自己人啊！你可长点心吧。继续下一个，老夫就不信一个都答不对。得了吧，就你这榆木脑袋，还是算了吧。老夫桃李满天下，从来只有老夫说人榆木脑袋，谁敢说老夫这小玩意儿欺人太甚？你放心，虽然你蠢笨了点，但本座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也将就能用。只要你听话，本座有信心把你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反派，坏得冒烟的那种。
咋晕了？难道是听到本座要重点培养机动男刀，兴奋过度了？小郡主，您还收徒吗？收，只要资质好的，一心向恶，本座愿意给他臣服于本座脚下的机会。那能叫我做大师兄不？这是要反复刚啊！好小子，有前途。逆子，你想造反吗？同门的事儿，怎么能叫造反呢？以后我管您叫爹，你管我叫哥，不耽误啊。逆子，你……昨日给陈安郡主上课了吧？怎么样？他跟誉王谁更恶？陈安郡主尊师重道，聪颖善良。真的？尊师让本官拜他为师，善良撺掇我儿反复刚。太傅慧眼如炬，狗东西，在晋娥殿上喷不过老夫，就派智障闺女来祸害老夫。呸！不要脸！臣有本奏，韩和白溪清不守妇道，宵警治家不严。好个白喜清，竟敢把朕的儿子耍得团团转，真是好手段啊！白溪清行为不检，品行不端，不堪为臣父。父皇，一切都是儿臣的错，若父皇要罚，便罚儿臣。朕一世英名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？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。父皇明鉴，皇兄也是性情所致，并非有意胁迫永安侯夫人，请父皇网开一面。太子当真以为此事是誉王之错？大意了，不该急于将罪名全部甩给敖烈。是微臣治家不严，请陛下降罪。你既主动认错，便罚俸3年，卸去身上差事。白溪清由皇后赐下教导嬷嬷，让她好生学学女戒女训吧。白守义教女不善，降职3级，其妻弑夺诰命，白氏后代不可参军入仕，散朝。此番害得本宫丧权失人，敖烈你该死！追雨，本王是不是错了？本王听了西清的话，放弃一切，扶持太子，善待天下，可他们从未感恩。本王厌恶虚伪，可满朝文武面目可憎，百姓也愚昧无人，蠢得透顶。本王压下心中暴虐，放过了所有人，可他们从未放过本王与西君。百官指责，百姓谩骂，他们也配？天若不公，便捅破这天；地若不平，便踏平这地。谁人虚伪，便撕烂他的脸。本座有一计，可助你得偿所愿。只需等几日，待本座调配好足量的炸药，便可陪你登上金銮殿，踏平一切虚伪。倒也不至于这般。你还在欺骗你自己？你有病吧？这是什么暗语吗？小郡主，有没有可能王爷真的是问您有没有病？本座没病，你一边去，别打扰本座思考。生病下毒，这个办法挺好，方向是对的，只是本座不太懂下毒方面的知识，看来得先招聘一位医毒双绝的大夫。收起你的坏心眼，本王觉得这世界还很美好。你被人欺辱却懦弱至此，连反抗都不敢，你真是气死我啦！王爷本来是准备反抗，甚至报复天下的，只是小郡主您趁着他那点心思都上不得台面，哪儿还有脸班门弄斧？可恶，怂包！看来还是得送你去王太傅那儿接受改造。调转方向，去太傅府。那些东西都是敖烈非要给我，他给你就真敢要，不花我侯府1分1毫，
却能坦然接受野男人的施舍，你可真有出息。施舍，你怎么能这样看我？清算一下夫人拿了誉王府多少东西，全部退还，1分1厘都不能少。不行，给我的就是我的，凭什么要还回去？你知道现在外头都怎么说我？一个外强中干，连妻子都养不起，衣食住行都得靠敖丽施舍的软饭孬种。你别这么说自己。你看看这里，绿不绿？还不快去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庄子上那个贱人明明已经日夜不停地受折磨了，我的运势为何还会急转直下？敖烈身边好像有能刺激甚至清醒的东西。系统，4年前敖烈救你时，血落于玉佩上，此物可助你。敖烈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怀人大胆，本座好不容易上门来给他授课，他竟然不在，为了过个寿还要回去祭祖，真麻烦。妹妹，等等我。敖轩这小傻蛋还挺有意思的，堂堂皇后嫡子，一天天却喜欢给野爹当小跟班，被嫌弃还乐此不疲。不过也正常，皇后是元后的亲妹妹，有这层关系在，她亲近野爹也倒正常。只是这玩意儿脑子好像缺根弦，老叫我妹妹做客。你来做什么？大皇兄，我已经禀明父皇母后，去誉王府小住几日，与软软妹妹亲近亲近。谁跟你哥哥妹妹？王怀仁怎么净教出些连辈分都能搞混的玩意儿？主要是软软若叫皇叔，总觉得叫老了我，还是叫哥哥好些。太子那帮儿女叫皇叔叫得我恶心，总觉得像在骂我。那你该叫他们改口，膈应自己多难受。你不懂，太子如日中天，怎会将我一个小小皇子放在眼里？胡说！你是嫡皇子，知道你的身份有多尊贵吗？总算说了句正常人的话。太子区区庶出，你便是发卖了他都行，他还敢跟你叫板，大胆！敖烈，西青长得确实还可以，难怪能同时迷倒萧景这个男主跟野爹。你还好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不就想等我被永安侯府厌弃，你再强娶我进门吗？我在侯府如何水深火热，你不知道？我从未如此想过。没有最好，我与萧景夫妻恩爱，即便是死也不会委身于你。你喜欢我是你的事，可为什么要我对此负责？若可以选择，我宁愿当初从没认识过你，也好过被你纠缠，毁了我本该和睦的生活。敖烈，算我求你，不要再喜欢我了，行吗？不对劲，刚刚野爹还挺正常的，怎么这白皙烟一击又要死要活的？本座知道了，好言好语他不听，非要骂几句踹几脚才能爱起来。白皙神深谙此道，所以才能拿捏野爹。本座要是一巴掌呼在野爹脸上，野爹会不会对本座俯首称臣？玉佩已经齐效了，现在就等敖烈发疯，对我强取杭夺，届时外界对我的流言便不攻自破了。野爹，你头低下来，本座跟你说点事儿。感觉怎么样？不管用，那再来一巴掌试试。你想做什么？你有没有很振奋，很想臣服于本座脚下，为本座开疆拓土，一统天下？有。早知道一巴掌就能成事，本座还瞎折腾什么？这隐藏机制我怎么发现的这么迟？好，快告诉本座，除了京城400暗卫、1000府兵、京郊4000死士，你还藏了多少人吗？调动的亮牌又在哪儿？追风告诉了你不少东西啊。小郡主活够了，不知道追风活没活够。完了，好像不管用。敖烈，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
妹妹，等等我！略，大笨蛋抓不到我吧？今天不打的这完蛋叫哭爹喊娘，本王就跟王老匹劳姓。敖烈，西君，我有急事，回头再聊。先前的事你放心，我会为你拿回诰命的。我没点头，他怎么敢走的？追风，这次你替本座扛下一切，本座不会忘记你的。你说你好端端招惹王爷干啥？你倒是没事儿，我是一点事儿没做，一顿打没少挨。可惜到头来还是没套出野爹的其他家底儿，本座的反派军团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你去告诉兄弟们，他们身边若有一技之长的亲朋好友，都可以介绍到我誉王府麾下，本座一次性奖励1000灵石。干嘛？干啥不行，但身份格外尊贵，算一技之长吗？我也想拉人。你个皇子还缺钱？母后和嬷嬷说我年纪小，不怎么给我钱，我手头也很紧绷。妹妹，你就说行不行吧？有靠山吗？有，都是宗室重臣子弟，在京城能横着走。你能拉来多少？多的不说，7、8个还是行的。成交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钱。敖烈，怀人不在，你也想拜师本座？那你可只能当我的3弟子了。人而不仁如礼和，人而不仁如乐和。你叽里咕噜说啥呢？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子曰：“爱人，亦为善待。”停下干嘛？差点就能哄睡本座，真不懂事儿。在本王回来前，谁能解开，赏极品灵石100克。整个誉王府的家底儿都是妹妹的，何必在乎这点奖励？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放肆还不放开！30个顶尖高手，萧景和太子这回倒真下了血本。先杀陈安！将王府里的内应揪住，让他尝尽酷刑再死。100颗上品灵石照给。那没事儿啦。刚才讲到哪里了？善待他人，爱护他人。对。子曰：“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恶人者。”说了这么多，敖温软，你悟了吗？唧歪歪说什么呢？敖烈，
你想造反吗？你若实在难以控制自己的恶念，便以宗子之言，吾日30无身。吾没错，吾不改，吾真造。小郡主，您要找的医毒双绝的大夫找到了。在哪儿？今日午后，奴婢驾着您赐下的马车出门，未想马车走至中途，不知为何惊了马。幸在一位路过老者及时为马儿施针，这才稳住马儿，救下奴婢。你脚受伤了，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？只是轻微扭伤，不碍事的。小可怜，为本座受伤，本座不会亏待你的。这个月月钱翻3倍，多谢谢小郡主。所以，那位老者就是你所说的医毒双绝的大夫。奴婢与他闲聊得知，他本想进京考取太医院，却因医术遭妒而被算计，被赶出皇宫，后欲回乡。但奴婢想，这等人才倒也可以吸纳入府。郡主以为如何？能及时施针，想来反应力和执行力都很不错。施针有效，说明他医术过关。骏马杀伤力不小，他能控制住骏马，料想也是有一把子力气的。这样的话，他施展医术之余，还能做点别的活计，倒省了本座一笔开支。小郡主竟然有脑子了。那年纪了，做重活怕是不太好吧？年纪大怎么啦？年纪大正是奋斗的好年纪啊！好端端的怎会突然惊马？哪匹马？小郡主体恤奴婢，特意将自己的马车拨给奴婢暂时使用，就是那匹马。别的都不紧，偏小郡主的马惊了，此事定有蹊跷。倘若马车中坐着的是小郡主，能把手伸到温软身上的，也就那么几个人了。可那几人，你舍得动吗？那可都是白希晴护着的人。没关系，本座也没怎么伤着，不好叫熬烈难做。没撺掇我大杀四方，这玩意儿转性了，还是说先前的教育见效了？不枉本王一番苦口婆心，王怀仁果然是个吃干饭。王爷，难道小郡主的仇就不报了？追风，不许逼熬烈！野爹，你不必勉强，无论你选择什么答案，本座都爱你。熬烈，本座真心示好，你敢走神？你放肆，你们都放肆！敖温软，你适可而止，此事本王自有主张，不必你插手。叫追月回来一趟，将直隶和云州的庄子铺面都过到小郡主名下，再把甲字号库房钥匙也给他，暗卫给他拨200人。是主上。拿去玩，别来烦本王。好嘞。小郡主，出书吧，开班也行，我跪着听。明儿我都想好了，就叫一句话让疯癫誉王送我100万。小郡主，明儿王太傅50大寿，请签给您留下了，您别忘了。马车里的不是温软那个野种，你眼瞎了吗？连这都能搞错！不必生气，此次虽然失利，但也不是全无收获。至少姑母真正想送的人，已经送进了誉王府。小郡主，这是王太傅过寿，又不是王爷过大寿，咱们干嘛要站在这里迎客呢？笨，怀仁可是本座第2大弟子，他过大寿，我这个当师傅必须上心。再说了，来的可都是朝中重臣，多好的结交人脉的机会，怎么能错过呢？陈安郡主竟如此尊师重道，在老师寿辰当日事必躬亲，没有丝毫架子。王太傅好福气呀！哎，这种好徒弟，怎么我就碰不到呢？追风说了，就是太子。小琴还在布局准备，本座可等不了。小郡主，冷静啊！野丫头就是没规矩。见到我父王母妃，不知道行礼吗？你父王爱吃屎，
拜他就跟拜屎一样。本王贤惠吃屎怎么了？我父王能吃一坨，你父王敢玩怂货？我也敢说出来丢人现眼。我父王能吃2斤，我父王吃3斤、4斤、5斤、10斤。回去就打死这个造谣的孽人。15斤算什么？我父王20斤，轻轻松松来得正好。小琴，你吃给他看，本座要他心服口服。笑话，区区20斤，父王您吃30斤。再多说一个字，以后别想本王给你1分钱。闭嘴！哼，回去再跟你算账。说几句玩笑话罢了。太子也太较真了，小寿康郡主都被他吓成什么样，再看看陈安郡主还被誉王抱在怀里，一点没在意。可见这爱不爱不是靠一张嘴说说而已。有些人表面温和，背地里偷偷吃屎，还恐吓女儿；有些人狠辣暴虐，却对女儿宠得要命。本王只能说，全靠董明珍。本王回府了，你自己老实点。王爷，小郡主好像对太子不怀好意，留他在这儿真的行吗？他长着3头6臂，能捅喷天，最多也就是像上回那样，让太子颜面尽失。再高难度的活儿，以他的脑子也干不了，怕什么？天塌了，本王顶着。妹妹，我找到王琦了。吴王传唤属下，有何吩咐？不急，本座有了新的想法。痛揍太子的机会来了，你们干不干这一票？怎么弄？先给太子的茶里掺点烈酒。本座若没猜错，上回厕所遭遇后，他短时间内不会再碰酒。不过这可难不倒本座。好主意。然后呢？然后支开太子妃和那2个小东西，等太子离开王府，本座自有办法。为啥要离开王府？就在这儿不行吗？干嘛鬼鬼祟祟的？笨蛋，在这儿做事，你爹不就遭殃了？再说了，鬼鬼祟祟不就是咱们反派的专属吗？吴王谋划大事，竟然还能为我爹着想，属下感激涕零。本座已经准备好了，闻到太子叫天不应、濒临绝望的气息了。大白天的闭什么眼？站着做梦呢？王怀仁，你最好有急事儿。是这样的，沈太傅想见见你，给你请安行了吧？都怪老沈，要不是他天天旁敲侧击问这小玩意儿的表现，想看老夫笑话，老夫至于编瞎话糊弄他吗？哎，算了，自己吹的牛，咬着牙也得继续吹下去。你能否在他面前表现出乖巧懂事、尊师重道的样子？原来你是想要本座配合你啊！别怕啊，本座还能吃了你不成？你想干啥？怀仁，你也不想自己在教育界身败名裂吧？沈太傅可能会考教你功课，你要不要我临时给你补补？你在羞辱本座！父亲放肆，不以成败论英雄，重要的不是结果，而是过程。你知道王有多努力吗？不必多言，为霸业为你们而战，即便速醒夜幕，本座也甘之如饴。速醒墨媚这种高级词都整上了，难道这玩意儿真的在偷偷努力？老臣见过郡主，免礼。郡主回京多日，老臣因公务繁忙未能拜会，实在失礼。国事为重，百姓自知个人罪轻，若大州官员皆如太傅所般鞠躬尽瘁，可保万年太平啊！真是好笋，傣竹竟然还真能出好笋啊！温软还是能出的，只要给足了好处，有事儿他是真上啊。如此聪明又品性温良的弟子，怎么就不是我徒弟呢？多日不见，王兄看着容光焕发，年轻不少啊。郡主如此大才，王兄一人教导，是否力有不至？我倒可为王兄分忧。从陈安郡主来上课，太傅每天都活得跟孙子似的，能不年轻吗？烈酒已经备好，只是皇丈叔一直守着太子，不好下手啊。你修为怎么样？打得过他吗？3七开，差距这么大，天！他使3分力，我明天就过头七。没用的东西。妹妹，你看我现在还能做些什么？他是谁？这个我知道，他叫林问周，东宫詹事，出身淮阳林氏。他是被他爹塞进东宫的，跟太子不对付，渴望功勋却得不到重用，性格冲动，脑子也挺。原来他就是原著中那个很得父亲宠爱，却被族人拖后腿的倒霉蛋啊！行，就你了。兵破妖力外溢，小郡主修为居然如此高深吗？不知陈安郡主有何指教？与你谈一桩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上钩了！那种博弈时刻，谁先说话谁就落于下风。年轻人啊，还是沉不住气。听闻你郁郁不得志，本座为你指点迷津来了。不妨一桩小之言，
若成事，你可名垂粗府；不成，与你也没什么要紧。郡主，快点说。稍后寿宴结束，离开王府后，将皇长孙青桃美队人和侍卫引开，再将太子枣红锦袍马车赶去暗巷，能做到吗？我能走了吗？妈的，快憋不住了！该死的陈安郡主，说话跟7老8岁一样，说一句喘一口，还得喝口茶，怎么不噎死他？是本座高深侧的修为吓到了，去吧。若坏了本座的事，你不会想知道后果的。冻死我了！妹妹，我刚才表现怎么样？我可是把全部妖力都施展出来，挥发冰块了。行了，记你一功。林问州真的会做吗？不要小看族谱单开的魅力啊！林问州的心结就在于接理功业，小郡主直切要领，林问州听话，没道能及他。走，找个阴凉地盯着林问州，多好的装叉利器啊！不过以后不能叫敖轩这种小趴菜发挥。追风说挠头内功极其深厚。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，连喝杯茶水竟都能尝出酒味。对，喝得真棒，再来一杯。林文昭，带我姐进来吧。行动！傻瓜太子，终于落在本座手上了。本座给你机会求救，叫吧。这回就算你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了。哦，我忘了，你现在全身上下只有眼珠子能动，没关系，本座替你叫。嘿嘿。该死的熬炼，你到底生了个什么魔短啊？妹妹，你没事吧？工作的时候称职务，妹妹，称本座为王。在这种主角落入阶下囚的时候，正是衬托本座强大平况中了本座危险的时刻。还妹妹，妹你妹啊，懂不懂规矩？敖轩怎么会称呼这野种为妹妹？难道这野种看似痴傻的转移话题，实则是在掩盖他们的真实关系？难道这野种是父皇的亲生女儿？不然敖轩为何会叫她妹妹？在这边，小郡主。住口！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来干什么吗？奴婢确实不知道。清月，太子敢害你金马，本座说要给你报仇，说到做到。这个人交给你和敖轩处置，随你们折腾，别弄死就行。本座对他已经没兴趣了。太子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你是本座的人，欺负你就是欺负本座，本座的人只能本座欺负，旁人碰一根手头都不行。交给丫鬟，他要把本宫交给一个丫鬟处置。老六，你留下帮青玉，出什么事本座兜着。本座累了，先回府喝糖水。王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青玉姐，你想好怎么处置了没？小郡主说让我自己处置，还让你来帮我，这似乎是在考验我们，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量当小郡主的贴身心腹啊！有道理。青玉姐，我有个主意。之前我问妹妹怎么搞钱，她说可以考虑把欠揍的人弄去挖矿。我派人打听了，京郊有家黑灵石矿，需要苦力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付灵石，还不问来路。可他是太子啊！太子怎么了？他平时怎么欺负咱们的？再说黑灯瞎火的，谁知道他是谁？扔进去挖几天矿，被救出来也只会说自己被绑了扔空屋子。难不成他好意思满大街说自己被卖去挖矿了？好，出什么事我来扛。哎，分明是我干的，跟青玉姐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干嘛呢？听说你这儿烧人，我这儿有个不听话的远房亲戚，好吃懒做，送你这儿磨磨筋骨。这整个一酒囊饭袋，老子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个银样鹿枪头。虚的可以，能挖几筐灵石？最多给你100灵石。谁是你远房亲戚？我要把你们统统凌迟处死！200灵石。哼，就这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100灵石不能再多了。300灵石。小子，你是来逗我玩的吧？就他这一脸虚样，也就一张脸能看看了。给你150灵石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谁家能给这么高的价？
500灵石，你还来劲儿了是吧？老子给你脸了！成，500就500，一看您就是做大事，不跟您争了。500灵石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黑风矿挂牌的矿奴了，一天干不满6个时辰，别想吃饭。兄弟，不是，都干！搞定了，好像是吧。小郡主，青玉和六殿下把太子卖了，卖给谁了？京郊黑灵石矿卖了500灵石。好，青玉受气自己出。敖轩那傻小子居然也开窍了。小郡主，妖皇宣您进宫呢，来人很急，您快去吧。你们卖了太子，如此大事，为何不来禀报本王？您说天美统颇，不需要管小郡主做什么。为什么不杀了太子？小郡主说不能奖励他。他说你就听，他是个脑残啊，多好的机会啊！骂谁白痴呢？扣1月月钱，把敖轩和温软给我带上，准备马车，本王要进宫。好多人啊！大皇帝、野爹、东宫那群东西，昌平姑祖母，还有她丈夫安国公。旁边那个小不点应该就是他们的儿子谢云归了。要脸的野种，你还敢来！王叔此举何意？是要当着皇祖父的面灭口我父王吗？本王再重申一遍，本王不打晚辈，若他们实在过分，便只能训其父母了。我父王被你们丢进灵石矿，身体至今没有恢复，难道我连为父报仇都不行吗？誉王要是抓到太子不灭口，反而卖去灵石矿，东宫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逆子，还不放开软软！放肆！本座要快请太医，王府扣御到50年俸禄。不，那可都是本座的俸禄啊！不许！孩子都这样了，还为那逆子说话，这逆子怎么配有这种乖巧孝顺的女儿？求皇祖父为我父王做主，严惩温软。软软，太子说你把他卖去黑矿，可有此事？我没有。温软用软金伞迷倒了暗卫，身边还有六皇帝和誉王府的追血和丫鬟。妖皇，臣以为东宫暗卫皆是太子心腹，其言不可信。而那灵石矿更是太子心腹户部于侍郎的产业，但凡熟悉朝廷之人，也不会将太子卖去自己人手里。该死的敖轩，找卖家都不知道打听一下，竟然把太子送回老窝了，气死我了！是了，若真是那逆子的谋划，太子断无活路，怎么可能只是卖去灵石矿？还是太子麾下的灵石矿？父皇，儿臣断不会用青白玉诬陷他，请您彻查。够了，攀扯也要有个度。下贱的野种，你去死吧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被暗算了。软金伞，天杀的敖轩，好端端玩我铃铛干什么？这下好了，本座一生兢兢业业，作恶多端，为什么要惩罚本座碰上这种猪队友？不好，妹妹被伤得翻白眼了！快，太医！温软若是有事，今日你们父女3人别想活着离开。行了，先叫太医诊脉。禀妖皇，陈安郡主中了软金伞，与太子身上的同出一源。父皇，儿臣真不知为何温软会中软金伞，儿臣的软金伞本就是他。你的软金伞都是温软下的是吗？且不说他有没有那个本事给你下药，就算下了，他得有多蠢，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叫自己也中了毒？不是本座蠢，是猪队友害死人啊！天杀的敖轩，以后再跟你一起行动，本座就是狗。那是什么？是软金伞。皇祖父，你敢毒害妹妹？她还没化形，你怎忍心给她下这种伤身体的毒？你也知道这毒伤身体啊！坏人使尽手段，都不及你灵机一动，你可真能耐啊！不，这不是我的。寿康戕害姐妹，罚抄宫规100遍，
太子行为不检，诬陷兄长，撤去所有差事，本纪不得入朝听政。可恶！明明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，可父皇却如此偏心温软，难不成温软真的是父皇的女儿？那制毒的莫大夫呢？叫他尽快调配好解药送来。王爷，小郡主吩咐莫大夫制毒时，叫他不计后果，越毒越好。这软筋散效果出类拔萃，但解药莫大夫自己也配不出来。不就是摊几天吗？小事。追风，不用费心了，他没本事解本座的软筋散。这老小子要给明珠院下毒，被逮个正着，属下正准备将他溜进地牢呢。怎么，小郡主中毒了？行啊，老小子，下手挺快啊。小人是奉永安侯府之命，混进王府给小郡主下毒的，但小人仍存良知，一直没行动，求王爷饶命啊！永安侯府，永安侯府，丢去暗牢，苦刑尝够了再弄死。哎呀！等等，制出远胜市面流行的软筋散，这种人才放暗牢里太浪费了。不然等他毒死你，只要锄头挥得好，没有墙角挖不倒。太子被青玉他们卖去黑林石矿，他种的软筋散是你给的，小莫，你也不想太子知道此事吧？太子被卖黑林石矿，现在告诉本座，你是想去敌牢与酷刑相亲相爱呢，还是去东宫发光发热，又或者留在本座麾下为本座效力呢？现在交给你第一个任务，去把火药研制出来。火药一硫二硝三麦炭没了，你还要怎样？饭都喂你嘴里了，连嚼都不会吗？你这样蠢笨，叫本座怎么放心交付给你重任呢？制作方式呢？比例呢？这玩药真这么简单？至于现在还没面试，这郡主是不是有病？快去加班去，限持3个月，要是治不出来，有你好看啊！老夫这把老骨头啊！软，不将你挫骨扬灰，本宫誓不为人。父王，不如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将那野种也卖出那种地，叫他尝尝名声尽往的滋味。这样，我们跟他有什么分别？那该怎么办？上回金马半点没伤到他。姑母，你总说时机，到底什么时候才到时机？金马，原来是你们！时机到了。以前的温软是个痴呆的傻子，万没有如今这般伶俐。现在这个是个梦。西如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野种的身份和身体没做完，那便是异体。也对，我能穿越，旁人自然可。具体内情，太子会不会给我？我自有办法，叫他当众露出狐狸尾巴。啦啦啦啦啦！小郡主，族谱单开来了。哦，带进来吧。陈安郡主，您昨日可没说是要那般对待太子？本座如何计划，不是你能过问的。可您答应过叫我族谱单开。怎么，你家族谱没动静吗？太子怒我没用，罚了我3年俸禄。待会儿回去还得受杖责。族长昨日为王太傅贺寿，知道我得罪太子后，直接将我族谱除名了，受罚也就罢了。可族谱单开呢？陈安郡主，此事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你不是已经单开族谱了吗？那是除族。你就说单没单吧。族中如何待你，如何势力，你不知？他们这种趋利避害的小人，做出什么都不奇怪。等着吧，迟早有一天，你要跪下来叩拜本座救命之恩。因为父亲身居高位，族中对我十分恭维，但因族人打着父亲的旗号赎肉百姓，被我惩治，自此便得罪族老。此次被除族，一来是顶戈，二则是挟私报复。陈安郡主说的没错，林氏那种家风，迟早要完。我单开族谱，总比叫自己名字待在那种恶心人的地方强。不为高深，连心思都这般算无一策。虽然人品烂了点，手段下作了点，但的确重创了太子。这等手段胆识，值得我赌一把。微臣明白了。今日多谢郡主指点迷津，此后郡主但有吩咐，微臣无不从命。
那可是除族啊！你就这么过去了？你是聪明人，自然看得清楚谁才是天下明主。天下明主，你只管好生办事，本座不会亏待你的。微臣明白了。陈安郡主说得很明白了，太子和誉王择其一。若论明主，这俩谁都不配。但如今我已得罪了太子，除了投靠誉王，也没有更好去路了。王爷放心，今后属下为您盯死东宫，必相助您夺得妖皇之位。刚才那谁，东宫的林问舟，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本王什么时候说过要夺地位？林问舟是怎么回事？他呀，是本座麾下又一员猛将。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，别给本座添乱。小郡主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比王爷您更有斗志和手段，更具备了雄才霸主所需的一切品鉴，叫属下敬佩不已。追风还是太给王爷脸了，小郡主可比王爷强多了好吗？我又不是没跟王爷干过太子，可干了好几年也就那样，哪像小郡主略微出手，太子就声名扫地，跟着王爷哪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啊？看不出来，你还挺有做狗腿子的潜质的。不是狗腿，属下是真的钦佩小郡主，能在短短1个月内将王婶2位一品太傅、昌平公主和安国公以及林问舟收入麾下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。别看小郡主表面疯疯癫癫，一脸脑血专样，其实精明着呢。再看王爷您，要手段有恋爱脑，要狠毒有恋爱脑，要心计有恋爱脑，狗都不要的东西，拿什么跟小郡主争？难道真的不行？林大人送来消息，东宫请了大护法无声骑士，要除掉您。天衣无缝邀一局，好歹毒的计策，本座喜欢。我得想个办法，怎么让太子现个大眼？小郡主，东宫请来无声禅师，只怕这几日就要行动了，咱们近期可能走不了。哼，本座想走，还得他区太子点头不成？算了，本座要是先走，万一傻缺太子把手段使在素素和敖轩身上，还不给这对笨蛋母子搞上西天？小郡主，您虽然作恶多端，人品不堪，但真护短啊！奴婢跟着您太有安全感了。青玉以前多正常一姑娘，自从跟了小郡主，也开始随地大小眼，连脸都不要了。小郡主，追月来拜见您了。哎呀，这就是小郡主吗？也太可爱了！放肆！竟敢骂本座可爱，你瞎了吗？是属下口误，小郡主想听什么，追月说给您听。哎呦，乖乖，这也太像王爷了。属下能摸摸小郡主的脸吗？我记得原著里这丫头好像对野爹有点意思，单相思也不容易，尤其还是野爹那种恋爱脑。算了，她现在也算是我的人，该给点安抚才好让她卖命，只能摸一下。小郡主，属下这就去给你划铺子和庄园。命的200暗卫可别忘了。暗卫不是你的活吗？我上哪变出200暗卫？小郡主只有一个追血师都能发卖太子，再给他200暗卫，你怕是想让他变成穷奇飞上天和太阳剑并肩吧？原来我早就该有200暗卫了，亏我以为得等追月回来才有。追羽，你放肆！嘿嘿嘿，本座又回来了。区软筋散，本座当糖吃都没问题。太子能吗？啊，不过是个体虚男罢了。谁教你的？是临时矿的工头这样骂太子，被小郡主给知道了。给本王忘掉这句话，以后再叫本王听到一句。哼，本座说了又怎样？你奈本座何？忘掉这句话，给你100上品灵石。青玉，本座的头好疼。快传太医！姐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区软心散，本座当糖吃都没问题。傻缺太子能吗？去东宫。下帖子道歉，还叫这么多人，果然没安好心。放心，敖烈，本座今儿不给他拉坨大的，我就跟他姓。你本来就跟他一个姓。大皇兄来了，快请进。哼，吞点软筋散，你是心高气傲，不将本座放在眼里，你是生死难料。谁又惹他了？开玩笑，温软这种杀伤力大的脑残玩意儿就该撞死。软软不进去吗？哼。太子殿下，您邀请了我们王爷进去，却没邀请我们小郡主呢。软软请进吧。软软大驾光临，真是让寒舍蓬荜生辉，本宫不胜荣幸。软软快请进。
稍后本宫亲自向你道歉。先前是儿臣误会了温软，还带累皇兄受儿臣误解。儿臣思来想去，唯有郑重道歉，才能表达心中的歉疚。兄有地宫，方为正道。赶紧动手，本宫一刻也忍不了温软这个脑子有病的白痴了。快动手！我要这个野种当众露出妖异之相。丁，宿主是否确认花费1000积分购买魔化意象？确认。丁，购买成功，使用对象温软，请宿主确认距使用对象10米之内。确认。丁，使用中。这魔化意象可是花了我大价钱换来的。你是穿越者又如何？只要灵魂和肉体不匹配，就能叫你化作恶胎魔像。到时候陛下绝不会偏爱你一个怪物。温软，你死定了！成了。丁，检测到使用对象灵魂异度100%，灵魂契合度100%。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又不是人工智障，这点事儿都搞不明白吗？字面意思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又短路了。系统还有道具吗？无论是什么都行，只要能让这个野种露出狐狸尾巴就行。丁，检测到宿主积分不足，忘记这茬了。之前买离魂刀血色玉佩道具，又花1000积分买魔化意象，积分早就见底了。西青素来有奇奇怪怪的手段，他说能让温软现原形，就定不会差。只要这小白在当众露马脚，本宫就能拉敖烈下马。放肆！本座跟你说话，你长了几个头？竟敢无视本座！我看你是灵石矿没待够。方才本宫在想朝廷之事，忽略了软软，不知你要说些什么？不是你要向本座赔礼道歉吗？本座虽小肚鸡肠，不会原谅你冤枉本座的事，但可以分出一只耳朵，聆听你绝望的忏悔。咱俩到底谁冤枉谁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这野种对本宫如此无礼，御史素来中正守礼，必会当场弹劾他。有病吧？看我做甚！这陈安郡主一看就是个傻子，就算真喷他一脸，本官也不会名垂青史，反而可能留名野史，那多冤啊！不是你老往那边瞟什么呢？那边到底有谁在啊？虽然温软这玩意儿智障白痴又蠢坏，还爱发癫又恶毒，可他还没化形啊！一旦沾上恶胎魔像被陛下看到，他还有活路。西青，你也太狠毒了！废物！等等，难道他良心发现，要给本宫台阶下？不对，他没这种善良大当的人品。开始吧。生前冤枉你，卖了本宫，是本宫的不对，望软软莫掉计较此事。本宫已备好赔礼，稍后叫人送去誉王府。还有1000块上品灵石。也罢，看在你还算有诚意的份上，本座就不挑你毛病了。但你记着，本座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冤枉本座的无耻作行。好了，一笔烂账，也分不清谁对谁错了，就此结果吧。阿弥陀佛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郡主当静心为上，善意待人。无声深不可测，但素来伪善，扇他一巴掌都只要道个歉就行。但这玩意儿那张淬了毒的嘴要是开骂，很有可能进入无声法眼，保不齐会被无声强行带走，洗去罪孽，重新做人。魔化局出问题了，我的祥瑞局延后1个时辰，给小郡主最霸气的雷场。敖烈，该死的温软，这次算你走运。等我赚够积分再来收拾你。咱们京圈的人都到了，他们都在上书房读书，刚刚下学我就带来了，这会儿都在给父皇请安呢。妹妹，一共7个人，你得给我7000灵石。等本座验过人，确定没问题了，就给你提成。谢谢妹妹。
走，跟上去看看。小郡主一路跟随贫僧，可是有事？你那珠子不错，让本座看看。此乃护国寺历代住持传承之信物，共18颗，每一颗都随贫僧诵过万遍经文。这么金贵？若论佛法，是无价之宝；若论物件，不过菩提子串成。郡主想看，拿去便是。你就这么给本座了？不怕本座拿走不还？佛度有缘人，郡主若真心喜欢，便暂借于你。倘若他能助郡主心生一分善念，便不负贫僧这番心意。哼，算你识相，本座就替你保管几天。善哉。小郡主，这禅师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不就是会点佛门手段吗？走吧，看看敖烈和白姬童嘀咕啥呢？敖烈，你刚刚没看到我在吗？夫人找本王有事。你叫我什么？夫人。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吗？我是白希清，你此生最爱之人。以前是本王婉拒你的意愿纠缠你，是本王的不对。从今往后，本王必定恪守礼法，绝不纠缠。你害得我夫妻不和，敖烈。我认识的你不是这种没有担当之人。本王要是没看错，1刻钟前，这活珠貌似还在无声手腕上挂着，这玩意儿去打劫无声了。敖烈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本王从来不是君子，只顾自己安乐，哪管旁人死活。跑哪儿去了？去跟一位老禅师谈论佛法了。怎么，你也想听？这佛珠，别人非要借给本座的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是山鹤，还有好多灵蝶，好多白鹤，祥瑞是祥瑞啊！仙鹤为祥瑞，这么多仙鹤齐至东宫，对本宫百利无一害。如今只需叫手下歌功颂德，本宫的名声自然会好转许多。蠢货！天降祥瑞，佑我万妖国繁荣昌盛。本安郡主虽未化形，却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态，日后定大有所为。先前可能是我看错了，这孩子竟是个可造之才。阿弥陀佛，此子果然不一般。今日大皇兄与软软都叫本宫开了眼界，在我东宫地界给这野种送祥瑞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有空放狠话，不如回家看看去吧。太子殿下不好了，东宫失火了，皇长孙还在寝殿养伤，快灭火，救皇长孙殿下！敢让本座进东宫，就得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。先回府。东宫的火是你放的？嗯哼，不是说好在宴席上给本座招祥瑞的吗？竟然拖了这么久，本来能直接连太子也烧了的。若在宴席上放完祥瑞，太子就不会被祥瑞吸引出门。那起火时，我去！天杀的，早知道就不听王爷的了，一天天就会添乱。你怎么做到的？
莫大夫虽蠢笨，火药研制至今仍无进展，但在小郡主的督促下，成功研制出了遇火即燃的火粉。小郡主这般人物，走到哪儿都是焦点。今日便是她吸引众人注意。追雪在东宫撒火粉，林问州点火。虽然小郡主就起到一个队形上的作用，但她配合的天衣无缝啊。阿弥陀佛，万物皆有灵。郡主昨日东宫纵火，虽未伤及太子，也着实有伤天和。竟然没有伤到太子，可恶！白费本座一番筹谋。皇长孙已然受伤，郡主还不满意吗？皇长孙喽啰罢了，还不配做本座的对手。但无妨，今日太子技高一筹，胜了本座一回，但还有明日、后日、大后日，本座就不信他还能活得过本座，熬都给他熬嘎。太子还要怎么胜你？阿弥陀佛，郡主放下执念，方得自在。看什么看？这佛珠是你自己借给本座的，可没说什么时候还。贫僧不是来讨还的，只是好奇郡主带着这佛珠时，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？什么感受？没什么感受。不过带着它的时候，好像确实没那么想揍人了，就一点点。这便是佛珠的妙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用这珠子把本座变成一个好欺负的老实人？贫僧只愿郡主少生一分戾气，便是苍生之福。去，给禅师拿件新袈裟。小郡主，郡主不必。本座不是对你好，胆座是不想欠人情，欠你佛珠的人情，用袈裟抵了，谁也不欠谁。贫僧收下了，多谢郡主。居然有人能治得了他。这是四皇妹秦明月，这是虎尚书的孙女屈沁，这是楚长歌。本来有7个的，但逃了4个。就知道你不中用，幸好本座早有防范。小郡主，人都到了，您点点。妹妹真厉害，那我的7000灵石是不是该给我了？你拉来7个人，但跑了4个，但王银福院跑了4个，这4个是本座的人抢回来的，所以本座只能给你3000灵石。3000就3000，总比没有好。本座的人跑遍了4家府邸，路费得1000灵石，追月费尽手段才将他们抢了回来，辛苦费1000灵石。因为你，本座耽误了不少时间，还浪费了人力物力，精神损失费1000灵石。我的灵石。不过你为本座做事，本座自不会亏待你。喏，给你1块上品灵石，足够兑换1000块普通灵石了。妹妹你真好。7000灵石补到1000，砍没了还能叫对方服服帖帖、高高兴兴。小郡主绝对是个做生意的好料子。小郡主日夜为霸业操劳，实在辛苦。这里有5000多灵石，您拿去买点吃的补补。我可真自私啊！妹妹补补。追月，你当为本座麾下第1大将，追风都得往后少少。原来小郡主喜欢钱啊！今日属下没带太多灵石，委屈小郡主先花着，等明日属下去多取些，以后赚了钱也都给小郡主，支持您的霸业。怎么感觉我又输了？不行，为了以后的风光，我不能太自私。妹妹，我还有些私房，也一起拿来支持你的霸业。好样的！若本座麾下之人都如你们一般懂事，何愁大业不成？等本座完成霸业之日，一定给你们玩湾之上的风光。小郡主，宣平侯等几家来接他们的子弟回家了。本座还没训话呢。明日再训也一样。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好吧。
说来，本座与你祖父屈尚书还曾有段渊源，也算你的长辈了。长辈，以后叫王就行。王好漂亮，我好喜欢，大家一定都喜欢王。人之常情。屈沁才多大，怎么就送上书房了？她是屈家3代唯一闺女，宝贝得很。屈尚书特意求了妖皇，才入得上书房。那个老狐狸就是打着想让自家孙女得了几位太傅香火情的主意，好被收为入室弟子。哦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本座的咖位不比太傅高多了，幸而拜吴为师，以后与怀仁就是那吴门师兄了，不比什么香火情都强。你可积点德吧。追雪，你手轻点儿，弄坏了本座的袈裟，唯你是问。又是白鹤，又是蝴蝶萤火虫的，小郡主这是要做什么？当然是惊艳怀仁啊！今日祥瑞现世，他却被困上书房，无缘得见。本座特意叫他沾些福气。感情是白天还没装够啊，一天天净整这死处，真好看啊！小宝贝，以前跟这个老光头委屈你了，从今往后，本座会叫你的光芒闪耀全世界。小郡主不拿法器，快藏好，不许叫任何人看到，不然怀仁还以为本座是用法器迷倒了白鹤和蝴蝶。本座要叫怀仁直观感受到本座的魅力，心甘情愿地臣服本座，为本座的霸业添砖加瓦。陈安郡主呢？难道我来早了？可恶，都给本座回来！鬼呀！没事儿，只是惊吓过度，睡一夜就行。追风，本座的白鹤呢？还有蝴蝶、萤火虫，为何只围绕灯罩，不围本座？你活腻歪了吗？敢对本座阳奉阴违？猜错了。你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！本座一番心思，竟全为灯罩做了嫁衣。他们围上灯罩后，属下用石子打乱了他们，他们这才飞到您脸上。去，将那胆敢冒犯本座的灯罩五马分尸！属下明明安排好了的，您身上有特制药粉，必能吸引白鹤，他们没飞来，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。王府上下在小郡主的英明领导下，人心稳定，没谁敢背叛您。那是谁对白鹤做了手脚呢？一定是太子那个银样立枪头，见不得本座出风头，害了本座的白鹤。终于糊弄过去了。向瑞这种东西一日出现2次，还都围着你转，傻子都知道有问题。反正太子背的黑锅也不烧，不差这一个。追风，去把本座的200暗卫都给我叫来，本座要训话。太子狼子野心，胆敢算计本座，以致本座夜不能寐，痛心疾首。尔等作为本座麾下猛将，能眼睁睁看着太子那个王八羔子逍遥自在吗？很好，本座已得到消息，东宫被烧毁，大皇帝另赐太子府邸，今夜便会乔迁。稍后你们便听玄影统一号令，为本座报仇。玄影，不要辜负本座的期望。是。去叫管家收拾行李，等干完这票，明日本座就启程回平阳府。王爷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东宫被打劫了。怎么回事？昨夜太子监出东宫，一应司库都被往外搬，在半路上被一伙蒙面高手打劫，连条底裤都没给太子留下。这种行事作风怎么有点像那小玩意儿？太子呢？死了吗？太子与皇长孙同坐一车，虽被身边暗卫拼死护住，但左肩被一箭穿透，身受重伤。查出凶手是谁了吗？东宫侍卫都被软金伞迷倒，无人活捉刺客与劫匪，只有太子的人损失惨重。去把追风和玄影给我叫来。
怎么做的？怎么做到的？回禀王爷，多亏了莫大夫前几日通宵达旦地赶制软金伞，今日太子谦恭，属下等人就是用软金伞迷倒了禁军和东宫侍卫，抢走了所有宝物。太子会这么蠢，接二连三栽在软金伞上。王爷说的不错，太子早有防备，让禁卫日夜佩戴防毒面纱，确实躲过了软金伞。但小郡主预判了他的预判，叫兄弟们剑上抹毒。太子为保护皇长孙，被属下一剑穿肩，差点就能一剑穿心，拿双倍奖励了。这该死的太子可真难杀。王爷，此时妖皇与东宫必然不会罢休。太子私库的东西那么多，迟早会查到我们。宝贝已经运出京城，远走高飞了。怎么做到的？藏在运粪车里运走。东宫见不得半点食与粪，看见都恨不得绕道走。这小玩意儿又预测了他们的预判。无声，你又来干啥？阿弥陀佛，贫僧今日前来是想看看郡主与佛珠的缘分是否又深了几分。小郡主，咱们得对无声禅师客气点。无声禅师修为莫测，当世至今难逢敌手。嗨，无声啊，你怎么不早说你有这本事？这事儿闹的，咱都老熟人了，还拿本座当外人呢！快，给圣僧看茶。郡主想学神通？对呀，对呀。倘若郡主一心回善，贫僧愿倾囊相交。无声慈悲为怀，一贯认为人能经过后天教导，逐步去恶扬善。但小郡主可不是善茬，无声也太天真了。本座答应你，这样，本座先学个法华经作为条件，你先教本座一种对敌的功法，要最厉害的。好，小郡主可要说话算话。大师，请进。在授课开始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先行拜师礼的。贫僧从未收过徒，但倘若郡主愿意拜贫僧为师，贫僧可以收你做弟子，等日后你化形，再剃度出家不迟。本座拜你为师，想得倒挺美。本座富有四海，乃气运之子，是不可能拜师的。气运之子，贫僧也粗通一些命理，可并未发现郡主有半分子气啊。郡主此言究竟何意？禅师，是您拜小郡主为师。贫僧拜郡主为师。本座麾下弟子无数，换作从前，你想来都排不上号。也就是看你修为不错，这才勉强收了你罢了。可你不愿意，你还想不想叫本座一心营善了？这自然是想，可是没有可是。你若不拜本座为师，本座心中的业障就会越来越重，恨不得把房子都拆了。不行，本座快控制不住自己了。小郡主，为了从良从善，您受了天大的委屈啊！师傅，老徒儿，开始吧。
多谢圣僧，这辈子都没捡过这么轻松的漏。阿弥陀佛。你念段《法华经》吧，本座跟着学习一二，正好给他们超个度，也不负他们来刺杀本座一场的勇气。王爷，平阳府传信来了。信上写的什么？信上说，瘟疫姑娘找到了，没死。